呦，你看看这苏家怎么这样啊？哎呦，这家真是老天不长眼，苏家老两口怎么就搭上这么个废物赘婿的，败光了家庭，饿死了媳妇，老两口活生生的给气死了，真是作孽呀！死的怎么不是他？死者为大，大家都少说两句吧。在这饥荒年景，大家伙都不容易。给，以后你就好自为之吧。你给他，还不如喂狗呢。开局送我5个小姨子，个个貌美如花，可为何偏要在这灾荒年，缺吃少喝的，我还是个烂赌的赘婿，大家眼里的畜生。老天爷，我才刚满18岁呀，我这人设还能再崩点吗？哟，上门女婿还在这跪着呢，你欠的80两赌债，今儿可该还了啊！二牛哥，家里什么都没有了，你再宽限几日吧。芷兰妹子，这都说要想俏3分孝，果然没错啊！这样，你要是陪哥哥睡一觉，这债就给你宽限几天；要是给哥哥伺候舒服了，哥还送你1斤粮食，你这小寡妇不吃亏。你无耻！给我滚！你说什么？我说，给我滚！你再动他们一下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还硬气上了啊！他妈的，给你脸了，废物东西！姐夫，姐夫！告诉你，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，当着大家的面儿，把你这5个小姨子都给你办喽！大姨姐，就从你开始吧！混蛋！哟，还敢打老子！我可不是怜香惜玉的人。连自己家人都保护不了，活着干嘛？怎么这么孽真是太可恶！大姐，检测到宿主怒火，家人守护系统加载中。这该死的系统怎么加载这么慢？王二牛，你要是敢动他一下，我一定杀了你！死瘸子，你还敢威胁我？我！别打了！给爹娘捎完孝，你就走吧。苏家经不起你这样折腾。大姐，不能让他走，就算走，也要让他把欠的债还了。别那么说，芷言，他好歹是你姐夫。小雨，我们是一家人，那80两银子，大姐替你还。从此以后，我们再无瓜葛。你走吧。大姐，这么多银子，我们要怎么还啊？江雨就是个废物，苏家姐妹要遭殃啊！都是因为你，要不是你到处去赌，败光了家底，我们爹娘怎么会死？我们怎么会被人如此羞辱？商量好了吗？谁先来啊？那就你先吧。别碰我妹妹，滚开！大姐，别去！这就对了。都是因为你，我恨你！三姐，就算打死他也没用，大姐说了，已经让他走了。吴姐，我害怕。坏老子好事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小雨，你没事吧？走吧你！大姐！系统加载完成，守护家人系统已激活。系统，你终于来了！新手大礼包已发放，宿主伤势开始修复。
推我！怎么打人呢？下这么重的手啊！将军，你活腻了，你敢打我？再敢动他们一下，我弄死你！宿主守护家人成功，亲情值加10，可兑换武器。只要保护家人，就能获得亲情值。小雨，你快跑！想走没那么容易。呀！系统，我要无敌拳！无敌拳兑换成功。呀！哎呦，这太狠了！你要走，我叫胡哥过来收拾你。给打跑了还？小雨，你的手为什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大姐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在，绝对不会让人再欺负你。姐夫好厉害，姐夫打跑了坏人。这个废物竟然真的保护了我们。宿主亲情值加50，可兑换牛肉、白米、泉水物资。系统全部兑换。你们都愣着干什么呀？吃饭啊！今天牛肉和米饭管够。大姐可真香。小雨，这灾荒年间，这些白米和牛肉都是从哪儿来的？大姐，您放心吧，这些东西来路都正，以后我会让大家顿顿都有肉吃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这饭里肯定掺了蒙汗药，是想把我们姐妹撂倒，好卖给人贩子吧？我长得很像坏人吗？行，我是，但那都是以前了。从今以后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再受一丁点委屈。检测到宿主家人危机，现发布命运警告。大姨子苏芷兰3日后将被卖入黑市，下场凄惨。大姐，三姨子苏芷媛被虎哥诱骗，人财两空。四姨子苏芷若被迫嫁给村中傻子，郁郁而终。五姨子苏芷瑶和小豆包因饥寒交迫，流落街头。没想到，因为原身姐妹几个被害得这么惨，3天，我一定要在3天内阻止这一切的发生。怎么不吱声啊？是不是说的话连自己都不信？我看你这腿又蹦又跳的，一点都不像瘸了的样子，是又想卖惨哄骗大姐银子吧？大姐，饭我已经做好了，吃完晚饭我就去赚钱。就你还赚钱，肯定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是不是想把我们姐妹其中一个骗去换钱，好再赌一把？就你这种鬼伎俩，我见多了。你们不怕他在菜里下毒啊？三姐，就算死，我也要做个饱死鬼。吃牛肉真香。姐夫，你真的会像三姐说的那样，把我们都卖掉吗？姐夫呀，不光不会把你们卖掉，还会带着你们都过上好日子的。这是我吃过最饱的一顿饭了，姐夫，这个牛肉也太香了吧！对不起啊，三姐，我们不小心都吃完了，你应该不饿吧？三姐肯定是不饿，不然这么香的饭，她怎么会不吃？吃吧，特意给你留的。快吃吧，吃吧，三姐。宿主解决家人温饱，亲情值大大提升，系统商城已开启。粮食、功法，甚至还有电锯，那我在这灾荒年岂不是可以横着走了？小雨，
废物赘婿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虎哥，江宇这小子跟变了个人一样，之前打他骂他屁都不敢放一个，现在还他妈还手了。哟，那我今天倒要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事。江宇，出来受死！来，把那个给我绑了。看谁敢！哟，江宇，今时不同往日了。你忘了你在我万金大赌坊签下的字据？拿出来！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1个月之内还不上80两，就拿他抵债。江宇，你果然不是个东西。小雨，你跟大姐说，这是不是真的？大姐，这件事儿说来话长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他们带走你们任何一个。虎哥，你再宽限2天嘛，这钱我们一定会还上的，求求你了，好不好嘛？芷言啊，不是你虎哥心肠狠，是这江宇太不给面子了。他欠钱不还不说，还打伤我的兄弟，你瞅瞅，头发都打没了，这不是在我头上拉屎吗？虎哥，难道你连我的面子都不给吗？给。再敢动手动脚，我剁了你的手！我去，太他妈猖狂了！欠钱不还，兄弟们，给我上，把他家给我拆了，顺便把这5个娘们儿给我抓回赌坊见客！混蛋，找死！系统，给我兑换电锯！收到指令，马上兑换。我看谁敢动！你他妈装什么犊子？这他妈什么玩意儿？这么厉害！我操！虎哥，还打吗？我打个鸡毛啊！你能逆上啊？江宇，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睁着眼。快走！我走了。妈的，等等我呀！大姐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这是什么呀？大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赚钱还上赌债。明天我就去后山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赚钱的东西。姐夫，我也要去，我知道后山有蘑菇。行，那姐夫明天给你打下手，好不好？好。小雨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荒山野岭的，能有啥好东西啊？我和吴姐之前就是在这儿捡到的蘑菇呀，怎么今天就没有啊？没关系，咱们再找找。是否为宿主开启扫描搜寻功能？还能扫描？开启。扫描成功，发现极品猴头菇和黑木耳。猴头菇，这可是价值千金的好东西啊！小豆包，走，姐夫找到好东西了。姐，这姐夫跟小妹怎么还没回来？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后山人迹罕至，经常有野兽出没。姐夫跟豆包该不会被狼给吃了吧？什么后山？难道你们真的以为他会去后山采蘑菇？姐夫没去后山，那他去哪儿了？这还用说吗？他说要还80两银子，还不上债就只有把小豆包卖了抵债呗。什么？眼看天就要黑了，他们都还没回来，可不就去了镇上吗？姐，大姐，你说姐夫该不会真的把小妹给卖了吧？你姐夫不是那样的人。他是什么样的人你最清楚，一个赌徒为了钱什么事儿做不出来。小豆包，你在这里摘木耳，姐夫去对面大树上采蘑菇。
这下不仅能还清那80两，再盖栋小洋楼都不成问题。哼！肯定又是王二牛这个畜生！宝宝，快过来！快！走啊！别过来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有没有人啊？姐，快带姐妹们先走！可是大姐，快走！大宝，滚开！是姐夫来了！我靠！走啊！这么大一条蛇！小雨，那是干什么？快来救我们呀！我，小雨，你别过来，这里危险！要不是你带东毛进虎山，我们怎么会遇到蟒蛇？虎哥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废物！走！三姐，西桃，有没有什么武器供我使用？菜刀、电棍、铁锤，这些武器杀伤力不够，有没有枪支什么的？弓弩也行啊。宿主亲情值不够，暂无法兑换商城内的其他武器。人命关天，你就不能通融吗？还请宿主继续积累亲情值，方可兑换更强劲武器。靠！拼了！走开！走吧！大宝！不要！大宝，你没事吧？姐夫，我没事。没想到这个废物真的来了。小雨，你的手还好，胳膊还在。姐夫，小雨小心！谁也不能动我的家人！这无敌拳打在蟒蛇身上，怎么跟挠痒痒差不多？姐夫，芷妍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流血了。系统检测到宿主守护家人成功，亲情值加40，现有高级武器供宿主选择：手雷、弓弩、冲锋枪、大炮。给我手雷！老子给你吃个好东西！姐夫太帅了！姐夫好厉害！小雨，姐夫，小雨，你没事吧？小雨，那个姐，你们先放手呗。小雨，你肩膀怎么流这么多血？没事儿，我身强体壮的，这点小伤没关系。我先去把蛇胆取了，拿到镇上能卖不少钱。芷妍，你腿怎么了？我脚扭了。谁受伤了？芷妍腿受伤了，你带她去镇上看看吧。我不用她。哎呀，三姐，你害羞什么呀？这眼看天就要黑了，我跟大姐可没有力气扶你回家。你行了，别磨磨唧唧的了，我送你去镇上看郎中。小雨，给老子滚出来！收债了！江宇那瘪犊子不会吓跑了吧？跑了更好。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押起来，滚回去接客！
小雨马上就回来了，放开我们，否则他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我告诉你，上次就是因为我带的人少，这次他回来，我把他剁碎了喂狗。大姐，姐夫到底去哪儿了？他不会真的跑了吧？姐夫没有跑，他带三姐去镇上治病了。姐夫再不回来，我们就要团灭了。别走！小雨，你快回来呀！大姐，你们在干什么？小雨，姐夫，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小子还敢回来？我告诉你，这5个娘们儿，今天我们带走定了。5个，他敢打我！我你妈！哎呦！哎呀！你小子活腻了吧？各打5个！谁今天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，我让他死无全尸！你们愣着干嘛？给我砍他！小雨，上次让你们跑了，就便宜你们了，你们还敢带人过来？我看你们还真是打着灯笼上厕所，找死！你就是个废物赘婿，没钱还赌债，拿小姨子还债，天经地义。今天就算你有铜身铁臂，老子一样把你剁碎了喂狗！都听好了，今天谁把他砍死，老子重重有赏。这么多人，真难以对付。系统有没有什么神秘武器，给我把人解决了？系统可提供手榴弹、催泪弹以及金刚功法。手榴弹、催泪弹，大姐他们也会受到伤害。系统，给我金刚功法。获取金刚功法，刀枪不入，铜身铁臂，但会产生副作用，请问宿主是否使用？给我上，砍死他！谁砍死他，老子将谁都诛！姐夫，给我金刚功法！我操，这什么情况？这还有谁？再来！江远，你欠债不还，我要去衙门告你，让你死全家！证据在这儿，你还能怎么办？我说过，钱我会还。你们为什么还要来威胁我的家人？小雨，快放开他们，会出人命的。要钱是吧？这里有100两，多的就当是给你们治伤。拿了钱，滚蛋！兄弟们，都给我撤！姐夫，小雨，姐夫好厉害，打跑了坏人。我刚才差点以为姐夫要被剁成肉馅了。你别胡说，姐夫连山上的蟒蛇都杀得了，还怕他们几个人不成？小雨，姐夫，好热啊！好热啊！小雨，你怎么了？姐夫，大姐，我突然好热啊！这天也不热呀，姐夫是不是发烧了？好像是有点热，姐夫真的发烧了。哎，小雨，姐夫，难道这就是金刚功法的副作用吗？怎么感觉一股力量环绕丹田，快要破体而出，受不了了！姐夫到底怎么了？要不要请郎中啊？那要不我去找胡郎中看看？我也跟四姐去。瑶瑶，你跟他们一起去，早去早回。走。芷言，小雨应该是发烧了，你去熬点姜汤过来。好。小雨，慢点。胡爷爷，你快来看看，我姐夫好像快要死了。哎呀，跑了一路，我的腿都要断了。哎呀，胡郎中，你就快点吧。大姐，胡郎中来了。胡郎中，不好意思，这么晚了还请您过来。要不是这3个小鬼头非要缠着我，要给他姐夫看病，这么晚了我是不会来的。小雨折腾半宿，终于休息下了，咱也不知道是个什么病症，只能请您来看一下。没那么玄乎，
我来给他看看。请。呼郎中，小雨她怎么样了？目前来看没什么大碍，多休息便是，估计是累坏了。累坏了？小伙子年轻力壮的，浑身使不完的劲，但也不能透支身体。姐夫今天上山还打死了一条蟒蛇呢，然后又跑去镇上卖了蛇胆。姐夫还打跑了坏人。那确实是累坏了。我开个药方，明天你去镇上取药便是。谢谢您。谢谢胡郎中。你说你们姐夫打死了蟒蛇，卖了蛇胆，那还有其他药材吗？大家都起这么早？姐夫早，姐夫早。姐夫早。哎，小雨，你起来了？啊。身体感觉怎么样？我身体好得很，早就没事了。姐夫，来喝药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么黑能喝吗？这是胡郎中给你开的药，他说你喝了能浑身充满力量。我可不需要什么力量。志远，这药闻着就难喝，我就先不喝了。这可是瑶瑶他们大半夜从胡郎中那里请的药，必须喝了。我用不着这个，我身体好得很。你怎么浪费我们一片好心呢？芷言，不喝就不喝吧，小雨用不上。你们几个去把家里收拾一下。去。哎，三姐。哎，小雨，胡郎中说咱家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药，要拿到店铺去卖，能换不少银子呢。是吗？我现在就去后山。哎，后山危险，带把刀去吧。谢谢。宿主再次守护家人成功，获得50守护值，赠送宿主满级狩猎技能。真是缺什么来什么，进山顺便打点野味，给小姨子们改善一下伙食。姐，我走了。嫂子在家吗？哟，小雨来了，快进屋，嫂子给你倒水喝。不用，嫂子，我不渴。那你今天找嫂子是干嘛？难不成你是开窍了？啊，我什么意思啊？臭小子，跟嫂子害羞什么？走，快进来。不是，嫂子，我知道，我之前染上毒瘾，嫂子作为同乡，没少接济我。后来家里都被我掏光了，也一直没法报答嫂子。报答？现在报答也不晚啊！快来，快进屋。不是嫂子，我是来找你借弓箭的。弓箭？难道你要进山打猎？啊！我听说后山很危险，到处都是豺狼虎豹，那去了就是送命啊！嫂子，我知道你们家的弓箭是当年陈爷爷打猎特制的，比一般的家伙事都要凶猛，那些豺狼虎豹啥的我都不怕。好，那我去给你拿，等着嫂子啊。这把弓箭可足足有5弹，一般人根本就拉不开，给你也没用。要不是守护值不够换一把猎枪的，也不至于来借弓箭。嫂子，等我打到猎，把最好的肉都留给你。好你个江宇，嘴上说着进山找药材，身体却出现在寡妇门前谈笑风生。好，那嫂子就等着吃你的肉啊。好，嫂子，那我先走了。江宇，你站住！芷言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好你个江宇，偷偷摸摸在寡妇门前干什么？我来借弓啊。借弓就借弓，有必要这么久吗？哪有很久啊，刚进去就出来了。小雨要去后山打猎，
正好我也要去挖野菜，咱们一起去，正好有个照应。嫂子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走，嫂子给你作伴，走吧。不是。好啊，我倒想看看你们到底想干什么。芷若、洋洋、豆包，进来吃饭啦！来啦，来啦！哇，有肉吃！哇，肉！嘿，来，芷兰，在家吗？大娘，您来了。村长说了，你们家困难，让我平时多照应些。这不，我从田里挖了些野菜回来，给你们分一些。谢谢您。自从你家男人被克死以后，自从被饿死以后，你呀就一天好日子都没过过，又摊上一个好吃懒做、奢侈成性的妹夫，大娘啊看着都心疼啊。这以后遇见什么难处，只管言语，大娘肯定帮你。谢谢大娘。这连年灾荒的，家里唯一一个男人又不争气，整天缺吃少喝的，这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？这是肉，你们还吃上了白米饭。芷兰，这肉和白米哪来的？这都是我们小雨给我们带回来的呀。好啊，芷兰，我好心好意给你们送野菜，你们居然背着我吃肉和米，你们还有点良心吗？大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子。什么误会呀？这白米和肉都在这摆着，你当我眼瞎呀？这些肉和米都是小雨千辛万苦弄来的，我们姐妹都舍不得吃，只能给妹妹们留点儿。大娘，你不能这样做呀！哎，去一边吧！以前你们家吃了我们家不少野菜，这米和肉就当是报答我了。这下我大孙子可就有肉吃喽！大姐，我还没吃饱呢。你凭什么拿我家饭菜？就凭滴水之恩，涌泉相报，这钱还不够呢。一会儿让我儿子再来拿。大娘，我们家的米和肉就剩这么点了，您都拿走了，我妹妹们吃什么呀？你们家小雨不是有本事吗？再让他弄点回来不就行了？一群白眼狼，等着遭报应。呸！哎，大娘，真是没天理了！亏姐夫之前还说了要分给大家一些米和肉，他这种人家根本就不配。之前给我们的野菜都是他们摘剩下的菜根子，根本就不能吃，临了了还顺走我们的东西。他就是看我们没有人撑腰，可劲儿的欺负我们。都是大姐没本事，让你们受苦了。等姐夫回来了，一定会替我们撑腰的。小雨啊，你媳妇儿都去世那么久了，你就没想过再成个家？我只想让家人吃饱饭，其他的我都不想。你那些小姨子个个吃得白白胖胖的，比你爹娘在世时还要水灵。你要是还恩情，也早该还够了。哎，小雨，只要你言语，嫂子不嫌弃你年纪小，还让你当上门女婿，怎么样？嫂子这可不敢开玩笑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嫂子是认真的。你媳妇儿早就死了，你还留在那个家里干什么？难不成你是看上了哪个小姨子想娶她？嫂子，你可别瞎说，我可没有。哎，流血了。松开你的嘴！你干什么？你们是在打猎还是在打情骂俏？想亲热回家亲热，别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。我丢什么人了？我和小雨现在都是一个人，为什么不能在一起？什么？嫂子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我们什么关系都没有。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也没有。我告诉你，苏芷媛，我喜欢江雨，我就要嫁给他。你这臭不要脸的贱蹄子，我姐夫轮不到你喜欢，我就喜欢，怎么了？贱蹄子，你这贱蹄子！哎，别吵了！江雨，你凶我，你居然为这个女人凶我！好，我走，我再也不来碍你的眼。哼！哎，芷媛，山里危险，你别一个人走。小雨，嫂子脚好像崴了，
好疼啊！小雨，嫂子走不动路了，你不会丢下嫂子一个人在山里不管吧？芷言，你回来！江宇那个混蛋，还有那个狐狸精，两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真不要！如果他们两个真在一起了，那我们姐妹几个岂不成了外人了？那江宇还有什么理由照顾我们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我要想办法拆散他们。有老虎！儿子，别客气，看见能吃的尽管拿，反正也是他欠咱们家的。行，俺知道了，娘。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老子来拿东西不行啊？你拿东西凭什么到我家来？我家有什么东西啊？想当年俺娘没少接济你家吃喝，现在该是你们报答的时候了。你家吃肉，俺们家自然不能喝汤。哼！刘大娘，等小雨回来再说吧。咱们关系不要弄得那么僵，都是乡里乡亲的。贱蹄子，真没想到啊！你个臭寡妇，心肠居然这么歹毒！枉我每次上山挖野菜还带着你，没想到你这么自私啊！刘大娘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哎呦，大伙快来看看呐！这连年灾荒，家家户户连谷子高粱都吃不上了，他们家居然能吃上白米饭呀！说出来可能你们都不信呢，他们家还能有肉吃呢！真的假的？白米饭还有肉？哎呦，那我这味儿都是香的。别说瞎话了，他们一家子女人上哪儿搞的白米和肉？他说是他们家江宇搞来的。江宇，那个废物赘婿啊，这更不可能了。就是我姐夫弄的，你们不要欺负我们，不然我姐夫不会饶了你们的。你个小贱蹄子，你姐夫再厉害，能把我们怎么样？随便吃，不拿白不拿，拿！哎，走走，我也拿。你们，你别拿来吧你！山上的野猪追着人跑，好像被人打死了，快来搭把手！什么？还有野猪？好家伙，走去看看去。快点快点！不用啦，野猪已经被我们抬回来了。哎呦，这么大一头野猪，怎么有肉吃了？天哪，这可是300多公斤的野猪王啊！是谁打的呀？虎子，这是你打的吧？哎，是江虎子，你可真有本事，打了一头这么大的野猪，咱们村可有福了。是呀，虎子真是咱们村的大英雄呢。你这抬下山费了不少功夫吧？哎呀呀呀！举手之劳啊！这野猪呢，我一个人也吃不完，大家伙分分。哎呀，我都好多年没有见过彗星了，这光我这猪味儿啊，都馋死我了。哎呀，给我一个大肘子，我要排骨。猪下水给我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给我！虎子，你跟你爹一样，真厉害。虎子可是我们清泉村里面的大功臣，不像那个江宇，有肉藏起来自己吃。就是，肯定是。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呐。这样，我做主了，咱们村啊，一户一份儿。哎呦，太好了呀！谁让你们分的？是。谁让你们分的？这野猪是我姐夫打的，我姐夫都还没发话，你们就分上了。哎，你姐夫打的？哎呦，笑死人了！咱们村谁不知道你姐夫是个什么货色？他能打得了这么大头野猪？那你说不是我姐夫打的，那是谁打的？当然是虎哥打的。他自己没本事，还见不得别人好。这江宇什么样，虎子什么样，大家心里呀都心知肚明，还装什么大尾巴狼？我原本以为你挺仗义的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这野猪分明是我姐夫打的，你在这冒领功名。你说是他打的，就是他打的，你亲眼看见了？对，我亲眼看见的。
芷言，没事了。姐夫，有老虎。老虎在对面山上，那是头野猪。这野猪是我们家的，谁也别想动。小雨，你好好管管你小姨子，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替你教训他了啊！你教训一下试试。小雨，你这么说，我可不配猪肉了啊！宇哥，大家伙都看着呢，给个面子，给个面子，我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是不是？我记你一口，但这怎么分，你知道的。我知道，太知道了。二娘，分猪肉，把排骨和精肉留给苏家，凭什么好的都分给他们家？听我说的，怎么了？对，都说什么？二娘，把排骨和精肉留给苏家，凭什么好的都分给他们家？凭我说的，怎么啦？有肉吃啦，有肉吃啦！大姐，你脸怎么了？没事。姐夫，是他打的。什么？小雨，没事，不要计较了。大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雨，没事，都过去了。姐夫，就是刘大娘，她看到我们吃肉和白米，带着她儿子上门来抢，村里其他人看到了也一起抢，大姐这才受的伤。大姐，我说过，我不会再让你受到一丁点欺负。既然他们不识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既然他们不识相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那就都别吃了。你发什么疯啊？这么好的肉，你怎么给掀了呀？这年月吃点肉多难呐！什么人呀？什么神经？刘大娘，是你带头带人在我家抢东西是吧？都抢了什么？全都给我还回来！我凭实力抢的，凭啥还给你啊？我江宇的东西给你，便是你的；不给你，你们一分也别想拿到。江宇，你敢吓唬我娘，老子弄死你！你要传染病了，要杀人了！要杀人了！小雨，没事的，别闹了。你姐都说不计较了，你还要杀我儿子？我跟你拼了！哎呀！江宇，不就拿你们家一点吃的吗？就分你们一点东西，至于出人命吗你？就是，连年灾荒，大家连菜根都吃不上，他们家大鱼大肉，凭啥呀？就凭那是我江宇的东西，我可以给你们，但是你们不能拿。我说了，拿了我家的东西都给我还回去，否则我一定断了他的双手双脚。谁在闹事儿？这是怎么了？你抓住他干什么？村长，你可算是来了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他要杀了我儿子呀！什么？光天化日，你敢杀人？哎，撒开！你撒开我儿子！什么时候把东西还回来，我什么时候就放了他。江宇啊，我怎么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成个人物了？敢当着我的面欺压村民？村长，不是那样的，小雨没有欺负他，是刘大娘，她带村民闯入我们家抢东西，小雨气不过，这才抢东西。光天化日去人家家里抢东西，还有没有王法了？江宇啊，你先放开他吧，再过一会儿功夫，他那个手就废了。拿人家东西是要进衙门下大狱的，你们不会不知道吧？村长，江宇家吃肉吃米，我们只能吃树根喝凉水，这不公平啊！不公平也是人家自己得来的，有本事你也去上山打猎去。江宇啊，听说你上山猎了一头野猪，你想怎么分配啊？只要他们把东西还回来，我可以把野猪肉分给大家。仁义。我就拿了你们家一个扫把，正好家里那个坏了。我就拿了一个破锄头，我拿了个衣服。这2把米。
还给你，还给你，还有这肉和米，都还给你，都在这儿了，都拿走。你们这是拿东西吗？这是抄家呀！江宇啊，我在这儿给你做主了，都是他们的不对，他们把东西都给你拿回来了，你也高抬贵手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他们抢东西的时候伤了我大姐，给我大姐道歉。对不起啊，妹子，妹子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对不住，原谅我们吧。没关系。江宇作为咱清泉村的人，有本事在这灾荒之年让家里吃上肉和米饭，还猎得一头野猪分给大家吃，他是咱们清泉村的大功臣呀！以后谁要再敢对江玉不恭敬，休怪我用族规处置他。来给。回家吃肉喽！走，回家给滚汤啊！江宇啊，年年灾荒，大家都人心惶惶，见着肉就像狼看待羊一样，做出一些过分的举动，是在所难免呀。村长，我入赘到苏家，是苏家唯一的男人，也是唯一的顶梁柱。如果看见家人被欺负却无动于衷的话，那我还算什么男人？说得对呀，没想到当年的赌鬼赘婿，现在也能撑起一片天了。哎，这灾荒光景，什么时候才能过去啊？哎呀！宿主再次守护家人，守护值加50，快去商城逛逛，看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吧。竟然有这么多种类！哎，嫂子，怎么了？你没拿到肉吗？小雨，没想到你现在竟然这么爷们儿，比我家那早死的男人可强太多了。嫂子已经被你迷上了，跟嫂子回家好不好？走。这，走啊！走。不，嫂子。走吧，嫂子，家。小雨，水兰妹子，我带小雨去我家吃饭，你应该不会介意吧？我介意。哼，你有几张嘴啊？还想吃2家饭？大嫂，谢谢你家的勾。哼，最好把你家男人看紧了。他不是我家男人。你去做饭吧。哦。大姐，你看到了吗？那个陈寡妇就是个狐狸精。她上山的时候对姐夫动手动脚的，要不是我拦着，姐夫恐怕就被她吃了。那是小雨自己的事情。大姐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姐夫现在有本事，可以赚钱养我们。要是他被那个陈寡妇勾走了，那我们姐妹几个岂不成了外人？到时候姐夫就不会再管我们了，甚至还会把我们赶出家门。你姐夫他不会这样做的。怎么不会？哪个男人能受得了狐狸精的勾引？哼，你二姐她走了，小雨又是单身，男婚女嫁的，确实咱们也管不着吧。大姐，要是咱们姐妹其中一个跟江雨成亲呢？那跟小雨成亲？大姐，我是这样想的，那个姓陈的是个寡妇，你也是个寡妇，为什么她可以，你不行？你比她强多了。芷言，你别胡说。大姐，我没有胡说。她要是真的被那个狐狸精勾走了，我们少吃少喝就算了，还有瑶瑶和豆包呢。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吧？可是，哎呀，姐，别可是了，姐。我看那个陈寡妇不会善罢甘休的，我们一定要趁早。走。跟你们说，大姐。那啥，大姐，我带着妹妹们出去消消食。
你跟姐夫你们我来收拾吧。我去把柴劈了。姐夫，这么晚了，你还是早点睡觉吧。那点活儿我们几个可以干。走，走。他们几个又在搞什么？他要是真的被那个狐狸精勾走了，我们少吃少喝就算了，还有瑶瑶和豆包呢。你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饿死吧？大姐，大姐，小雨，你最近辛苦了。我还好吧。大姐想跟你说点事儿。啊，大姐你说什么事儿？我听着呢。小雨，大姐跟了你吧。大姐，我三姐咋没动静啊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去洗碗。大姐，姐夫，你们还没睡呢？三姐摔死我了！哎，姐夫，你干嘛去啊？我吃多了，溜溜神儿。姐夫，大姐，刚才咋回事啊？你们两个……这事我干不了，要干你自己干。大姐，这可是关乎我们五姐妹命运的事，你怎么说放弃就放弃啊？要来你来吧，我来不了。啊！你要为家人奋斗。大姐，给你机会你也不中用啊！我平时大事上你一点都不含糊，怎么这种事儿你就畏畏缩缩的？小雨她毕竟是咱们家里人。什么家里人啊？她都快被陈寡妇那个狐狸精给勾走了。到那时候，我们几个人流落街头，连饭都吃不上。我一定不会让任何人把姐夫抢走的。哎，芷言，他晚上不是叫你干嘛？苏芷言，你受什么刺激了？你中邪了！江宇，今晚上我一定要拿下你，一定要拿下你！我一定要拿下你！我看你是吃错什么东西了，我去找黄郎中给你瞧瞧。哎，江宇，我一定要求到你！收成不错，多亏有了灵泉，才能一夜之间长得这么大。小雨，这么多新鲜蔬菜都是你种的？嫂子来了，看看喜欢什么随便摘，就当是感谢嫂子这段时间的帮助了。在这荒灾年还能吃上这么多新鲜的蔬菜，小雨，这也只有你能做到了。小雨，你怎么这么能干？啊，是这儿啊，跟丢了。小雨，你怎么这么能干啊？要不嫂子以身相许吧？再勾引我姐夫，小心我打你！芷若，别下手。苏家四美
你怎么一直跟着我们？是想干嘛？三姐让我监视姐夫和陈寡妇，果然是对的。陈寡妇干什么都要缠着他，果然图谋不轨。我倒是想问问你，大白天对我姐夫搂搂抱抱的，是想干嘛？你以为我像你一样，整天什么也不干，混吃等死，就等着小雨给你们送饭？我今天来找小雨，是来跟他谈正事的。小雨，你种这么多蔬菜，咱们也吃不完，要不我帮你拿到集市上去卖，还能赚点钱。行啊，这主意不错。不行，这菜是我姐夫种出来的，当然就是我们家的东西。你一个外人，为什么拿去卖啊？那你要这样说的话，小雨，嫂子看上你很久了，反正你也是一个人，要不然咱俩搭伙过日子，你来我家，我照顾你，这样以后咱俩就是一家人了。嫂子，三姐说的没错，这个狐狸精就是想抢走姐夫。姐夫，你一个寡妇，根本配不上我姐夫。寡妇怎么了？寡妇才是最懂男人的，你一个小丫头片子，你懂什么？你再敢动一下我姐夫试试啊？你还挺厉害，试试就试试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姐夫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。行了，别闹了。你这么护着你姐夫，难不成你想给你姐夫当媳妇儿？姐夫，我真的没有。姐夫，我真的没有。那不就得了？不行就是不行啊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小雨，你家这几个小姨子就是拿你当长期饭票，整天在家混吃等死，每天就是要求你免费养着他们，还见不得你过好日子。别这么说他们，我自己的小姨子，他们什么样子我清楚。我才不是混吃等死的废物，我可是读过私塾的。就你那点墨水，在这荒灾年能做什么？吟诗作赋啊！你不是说要把这些菜拿到集市上去卖吗？行，咱俩就比比，看谁卖得快，卖得多。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再也不要缠着我姐夫了。行啊，比就比。要是我赢了，小雨可就归我了。这俩人把我当物件了吗？随他们去吧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你们在这里好好卖菜，我去卖药材。好，小雨，那你快去快回，别让嫂子想你。先把你的菜卖完再说吧。卖菜了，卖菜了，新鲜的蔬菜！来，大哥看看新鲜的蔬菜，看一下这个。怎么样，大哥，买了吧？一捆5文钱。这菜的确新鲜，看着不错，我买了，我多要几捆。来，您看，我的菜便宜啊，3文钱。哎呦，那个这么便宜！我去那边看看啊。我也去。哥哥，买我的嘛！真新鲜啊！你看，呸！胡妹子，你臭不要脸！大哥，我的菜非常新鲜，买1送1，2文钱。你懂不懂做生意啊？我还是去那边买吧。来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这便宜！哎呦，你看，看这便宜，看你还怎么抢我姐夫！便宜了。来，随便挑啊，非常新鲜的菜。看这个有，可以，是不错啊。那我的菜卖1文钱，买1送3。哎呦，这更便宜！你别走啊！我的菜新鲜又好吃。看这家，来，大哥你拿好啊，记得给钱啊。给我来一个，免费送，不要钱，随便挑，随便选。来，哎呦，这好人呐啊！别送啊！来，给我留点啊！我的，还给的东西谁不要？真好啊，这菜捡着漏了。这还卖什么卖啊？老板，是药材吗？小伙子，你这包裹里什么药材呀？现在年年灾荒，身上的药材产量骤减，不剩多少好药材了。哎呀，小伙子，这可都是珍贵的药材呀，从哪儿弄来的？看一下成色，开个价吧。你这人参少说有200年了，
小伙子，这可是大祸呀！百年人参难得，我可是从虎口中夺下来的。你去白云山了？了不得，那里可是野兽出没的险境。但是这药材确实硬。这些我全要了，你开价就行。这么厉害，都卖完了，挣了多少钱？还有免费的菜吗？我还没领到呢。合着你们是来送菜的，不是卖菜的？那还不是因为他一直跟我竞争压价，害我一颗都卖不出去，只能白送了。姐夫，我这送的比他快，这样来看，我是不是赢了？算了，你高兴就行。小雨，明明是我卖的更快，是我赢了。今天晚上嫂子在家等你啊。真拿你们没办法。江师傅，等一下。江师傅，等一下。秦老板，是我那批药材有什么问题吗？啊，不，药材好得很。我是想问问，你能带我去白云山吗？白云山？秦老板，你想要什么药材，直接告诉我，我保证采了，亲自送到您店里。有种特殊药材，必须我亲自鉴定才行，一般人辨别不出真假。是吗？还有这种药材？那行，我带你去白云山，走。哎，姐夫，你等等我！哎，小雨，等等我们啊！前面就是白云山深处了，你要的药材就在那里。去吧。秦老板，深山里面有很多猛兽，你不怕吗？我5岁就跟随爷爷进山采药了，什么样的猛兽没见过？就在那儿。还有专业工具呢。听说这一片是黑蟒的领地，凡是入侵这片森林的人，最后都会被黑蟒吞掉。你跟在我身后，有什么情况我出手就行。黑蟒？你说的是那条大黑蛇？它早被我打死了。你打死了黑蟒？对啊，因为上次我和我的小姨子们来采蘑菇，它想吃了我们，那我只能给它打死了。你杀死了它？对啊，你干嘛那么激动？本来还想靠黑蟒找到那个药材，这下是不行了。你找的到底是什么药？它之所以能长这么大，就是因为能在这深山里守护着一味珍贵的药材。叫什么？石斛。石斛？那不是一味很普通的中药吗？你要想要，我随时能给你摘了。只有生长在黑蟒栖息的千年古树上的石斛，才能救我爷爷。可惜现在黑蟒死了，石斛应该也不在了吧？想找石斛还不容易。西头，开启扫描功能，寻找黑蟒栖息地的石斛。正在为宿主开启扫描功能，成功找到黑蟒栖息地的石斛。秦老板，你想要那个石斛？就在那棵树上。真的吗？这么说，那条黑蟒死了，又有另外一条黑蟒守护着这石斛树。不过黑蟒很凶猛，你一个弱女子对付不了它的，所以我去采吧。可是你去不也一样危险吗？我能打死他祖宗，就能打死他，有什么好怕的？你在这等着，我去就回。这个男人好像有一股不同寻常的魄力，这是我在任何人身上都不曾见过的。小雨怎么还不回来？看，这是不是你要找的那株石斛？对，就是他。谢谢你，
谢谢。给。天都黑了，咱们下山吧。你没碰到那条黑蟒吗？哦，确实看到一条小的，不过它见了我，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，只敢远远看着，连近身都不敢。它竟然有这样的本事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的腿好像被蛇咬了。是毒蛇，忍一忍。这些草药能缓解蛇毒，但还是要尽快医治，否则你的腿就保不住了。这是蝮蛇的牙印，估计不到半个时辰，我就会……哎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死的。姐夫，他谁啊？你干嘛抱着他？小雨，他怎么了？他被毒蛇咬伤了，需要赶紧救治。我去找胡郎中。小雨，陈梅家有解药，能救他。是吗？那我赶紧去找陈嫂子拿解药。大姐，麻烦你照顾一下了。行，你去吧。怎么又来个狐狸精？大姐，这个就是那个跟姐夫买药材的那个人。陈嫂子，陈嫂子，谁呀？哎呀，又痒痒了。嫂子，我来找你是有重要的事儿。嫂子知道，应该等着急了吧？啊！快进来。这，走呀，走。怎么了？难道你想在这儿啊？嫂子，我是来跟你要解药的。解药？什么解药？你中毒了吗？哎，嫂子，是蛇毒的解药，你快给我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你来找我就是为了这事儿啊？是啊，嫂子，我知道你家有祖传的蛇毒解药，你赶紧给我，我拿去救命。到底是谁中了蛇毒，能让你这么着急？嫂子，你就赶紧给我吧。你想要解药啊？也不是不行。你亲嫂子一口，嫂子就给你啊。小雨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他快坚持不住了。死了更好，就少一个女人跟我抢姐夫。他怎么样了？着什么急？他有气，死不了。是他啊！谁？好，我去拿。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紧张一个人。哼！姐夫，他不会死吧？那可是我们陈家祖传的秘方，他要是死了，我们陈家的招牌岂不是砸了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小雨，让他好好睡一觉吧。你也去休息吧。不用，我要守着他。为了这个女人，差点把我的手腕都给捏断了。得，没我的事儿了。
这是哪里？你醒了，好点了吗？腿还疼吗？我记得昨天我们一起进山采石斛了，石斛呢？石斛在这儿呢，放心吧。谢谢你，是你救了我吧？姐，站着干嘛？怎么不进去啊？好。小雨，我刚做好了早餐，你要不要带这位小姐一起来吃点？这位是？啊，这是我大姐，这是我四妹。大姐，四妹。我只是小雨的大姨姐，你可以跟她一起喊我叫姐。啊，姐。这个好吃。难道他们都是她的小姨子？姐夫，吃完饭就把她送回去吧，省得人家爹娘担心。感谢各位的收留，我已飞鸽传书给家父，他很快就会派马车来接我。江大哥，你若还有什么药材，也一并给我。这些钱是昨日采石斛的酬谢，另外父亲还会带些银子过来，有什么药材我们都收着。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！有钱了，大姐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秦老板，用不了这么多钱的。江大哥，那就麻烦以后你多往我们药铺送药材。唉，司马昭之心，吃饭吧。吃吧，吃。小姐，老爷派我来接您回府。江大哥，你和我一同前去吧，我向你引荐几个药材商。小雨，去吧，多跟秦小姐见见世面。姐夫去，那我也要去。啊，我也要去。芷言，别闹了。姐夫，豆包也要去。姐夫，豆包也要去。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啊。真的吗？漂亮姐姐，你真好。那就麻烦你了，秦老板。江大哥，你就别叫我秦老板了，就叫我如梦吧。好，如梦。我要跟姐夫坐一块。我也要。姐夫。这还不错啊！来，你瞧瞧这个。来，他们都没来过镇上，这次多亏你。没有，这都是你的功劳。我已经准备好了茶点，让姐姐们先进去歇息吧。好，大姐。我们先去如梦的店里歇脚，等会儿带你们去下馆子买衣裳。姐夫，真的吗？姐夫，你太好了！行了，快走吧。走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逛过街。啊！你看妍姐，好好闻啊！哇，好香啊！好了，我买了，多少钱5文钱一瓶。5文钱这么便宜。姐夫，你看我穿这件衣裳好看吗？好看。姐夫，你看我的好看吗？也好看。还有我的姐夫都好看。爹娘，二妹，
你们的在天之灵看见了吗？小雨把他们照顾的都很好。都好看。怎么了，大姐？你不开心吗？小雨，我从来没想过我们能过上这样的日子。真正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嘿，恭喜宿主获得家人认可，再次积累守护值，守护值加50，系统为宿主开启无限灵泉，附赠粮食种子。你们这时候也好怕啊！这下好了，岂不是可以开荒种田了？清泉村的百姓再也不用挨饿了。哎呦，江宇，听说你召集村民开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村长，我这里呢有些小麦种子，大家可以来领，去自家地里种，来年就能收获小麦了。那么容易？村长，这不可能啊！这年轻人，你种过地没啊？你去地里看过没有啊？这天寒成这个样子，还种麦子，你咋不上天了你？这天寒成这个样子，还种麦子，你咋不上天了你？瞎说什么胡话！这年轻人怕不是脑子坏掉了？对呀对呀，想在这灾年种粮食，还要大丰收，做你的白日梦去吧。哎，真是年轻。小雨，大叔大爷们说的对，连年干旱，土地都开裂了，怎么可能种得出粮食呢？大姐，你放心，我自有办法。大家如果认为不可能，可以把土地交给我来管理。我保证，一定会让大家在过年的时候吃上饺子、白面馒头。江宇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？现在已经秋分了，就算马上种，年底也收不了小麦啊。我看他呀是得癔症了，赶快让村里的胡郎中啊给他好好看看。怕不是鬼上身了吧？净说些胡话呢。虽然我们手里的地都空着，但是给了你也成不了气候。就是啊，如果大家愿意把土地交给我来管理，我江宇在此保证，我对天发誓，一定会让大家的地里长出麦子，吃上白面馒头。哎呦，这能信吗？村长，如果大家还不相信，我可以立字据，签生死状。我是真的不想看着村民们再挨饿了。这赔本买卖谁做呀？这江宇啊，被虎子打折了腿，他脑袋也不好使了。几块荒地而已，给他就给他，一棵草都种不出来，我就不信他能种出粮食来。对，大不了就给他，没准儿我们还真能吃上白面馒头呢。安静，都安静。江宇是咱清泉村的孩子，虽然是从大老远的黄土村入赘过来，但他的户籍是我亲手给他签的。眼看着灾荒都有5年光景了，大家伙就是硬撑着，也快撑不下去了呀。如果江宇真的能在这灾荒年种出粮食来，我们就不用挨饿了。有道理。对呀，所以我带头把我家的地交给江宇来管理，不管能不能种成麦子，有没有收成，全随他。我觉得行，就这样办吧。我也愿意，我同意。我也愿意。我也愿意。那我也愿意。我愿意。愿意。好吧，那我也愿意。姐夫的威信越来越高了。姐夫好厉害！系统，使用无限灵泉滋养土地。已为宿主开启灵泉，将滋养灌溉土地。这无限灵泉果然好用。系统，帮我播撒种子。即刻为宿主播撒小麦种子。不愧是系统，简直是灾荒年的绝杀。小雨，该吃午饭了。哇，这麦子都长这么快了。大姐，用不了1个月，这麦子就可以收了。到时候喊村民一起来收。好，那咱们先回家吃饭吧。
胡哥，我没看错吧？这麦子真长出来了。哎呀，江宇这小子有两下子，不过他没听说过一句话：前人栽树，后人乘凉。麦子，咱们提的手了，走走，回去找人去。如梦，我这次来，我不只是想卖到这批药材。你还有什么事儿，尽管说。我想让你做我的账房先生。村里的小麦成熟了，需要按户分配给乡亲们。但是这笔账，我算不明白，家里的姐妹们都不识字。这有什么？我跟你去。好。姐夫，啊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，志远？你慢慢说。姐夫，地里的小麦全都没有了。什么？走，你快跟我去看一下吧。走。哎，你说这麦子怎么全没了？哎呀，全被收走了！看看这，肯定是他自己搞的鬼。哎呀，他都答应好我们的，真是。江宇，你可算是来了！你看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麦子怎么都没了？江宇，你承诺给我们的粮食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江宇，你承诺给我们的粮食呢？这怎么回事啊？麦子眼看着就要成熟了，怎么一夜之间全都没有了？说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肯定是他，他能让麦子这么快长大，肯定能一夜之间把所有麦子偷走。原来江宇是想借用大家的土地给他自己种粮食，从始至终都没有想过要给我们分粮食。没错，对，他就是想独吞。独吞，什么人呢？这是啊！他绝对不是这种人。大家先安静。我今天去了一趟镇上，也是刚回来，也是刚刚知道这件事的。不过大家放心，我江宇承诺过大家的事，一定不会食言。现在粮食都没了，你拿什么给我们？就是，对，要么赔钱，要么给粮食。你给不给？赔钱，快点给粮食，要么给钱。就是，快点。乡亲们，大家都知道，小雨不是这样的人，他不会这样做的呀。我当初明明听到你们个个都说，不管有没有收成都无所谓的，为什么现在又找我们麻烦？屁！那粮食长不出来，我们可以不要。现在粮食长出来了，凭什么不给我们？怎么样？一分不少吧？一分不少。要不是我着急出手，这些粮食可不止3000两。饥荒年，粮食比银票值钱，你不存粮反而卖粮，我不知道怎么想的。关你什么事啊？拿着货赶紧走！滚蛋！哎呀，不枉费半夜老子起来抢收粮食，累死老子了。虎哥，去赌场碰碰运气。走，带你上最大的赌场，快活快活。麦子到底是怎么没的？我一定会查明的。别在这放屁了，粮食就是被你们收走的。现在粮食那么贵，肯定是你拉到镇上卖去了。还有她，就这个女人，她是镇上的大户。肯定是她捣鬼！快把粮食还给我们！把粮食还给我！还给我们！现在粮食那么贵，肯定是你拉到镇上卖去了。还有她，就这个女人，她是镇上的大户。肯定是她捣鬼！快把粮食还给我们！把粮食还给我们！还给我们！秦老板是镇上的药材商，根本不收粮食的。那就是你们两个收的，真是丧良心！我们老百姓吃草根吃树皮，你倒好，养的细皮嫩肉的。还给我们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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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闭嘴！谁敢动我姐夫一下，我跟他没完！行了，冷静点。我认为这件事必有蹊跷，这么大一片粮食，一夜之间就被收割了，明显是有人使坏呀！我提议上报官府。粮食1个月就能成熟这件事本身就蹊跷，要是被更多的人知道，必定会引起大乱。村长，此事不必上报官府，我一定会查明到底谁才是偷粮食的凶手，粮食也会按户分给大家。你什么时候分粮食？我们现在就要！对，现在就要！现在就要！现在就要！乡亲们，调查取证也是需要时间的，我们现在哪有粮食分给大家呀？没粮，那就给钱。对，没错，赔钱。钱
哪有钱啊？粮食，我给大家。我和江大哥是在药材铺认识的，他来找我，本是想让我给他做1天的账房先生，把粮食公平的分给大家。可是眼下粮食被人收走了，江大哥也就没有粮食了。如梦，粮食不是一笔小数目，不能让你出。江大哥，我们以后还有很多药材生意的来往，这笔钱就算是我借给你的，怎么样？那好吧。这个女孩不仅温柔善良，还那么善解人意。乡亲们，秦老板愿意给大家分粮食，还希望大家在拿到粮食以后，和我一起找出偷粮食的真凶。好，好，我们愿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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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江大哥，我先回去了。小雨，你去送送秦小姐吧。哟，这不是废物赘婿吗？你们这是干嘛呀？粮食被偷了，现在正找地儿哭呢吧？黄二牛，你怎么知道我麦子被偷了？你想种出来粮食讨大家欢心，这下好了吧？青川村的百姓恨死你了吧？他就是一个废物赘婿，能干什么呀？啊，不像哥哥我，一夜之间就能把输的全都给赢回来。说，是不是你们偷了我的麦子？这小娘子不错，没见过可比那苏芷言强多了。走，跟哥哥回家去，哥哥带你吃香的辣的。抓住！敢动他，找死！臭流氓，打死你活该！江大哥，别为了不必要的小事动手。我看这两人很是可疑，若粮食真是被他们收走的，恐怕早已收手转卖了。啊，那可怎么办啊？秦小姐，你还有其他方法能把偷出去的麦子收回来？我认识镇上的粮食收购商，他们跟药铺都有合作。等我回去，挨个找他们问便是。可是麦子都已经被偷走转卖了，还怎么收回来呀？大姐说的对，麦子已经被收走了，我们收不回来了。不过这两个蛀虫，我一定不会放过。小雨，苏芷兰，快抓！小雨，欠大家伙的粮什么时候给啊？粮食不都还给你们了吗？还还什么？哼，苏芷兰，你们在这吃香喝辣的，我们呢？发的那么点粮，早被乡亲们分完了。什么？你们粮食没了，就来我们家里抢吗？什么？你们粮食没了，就来我们家里抢吗？这是你们欠我们的，永远都还不清。虽然用灵泉可以无限种粮食，但是清江村的这股歪风邪气，我必须要整治一番。怎么说话呢？用了大家伙的地，卖了有几千两，全都被你私吞了吧？快把钱拿出来分给乡亲们！拿出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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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两句啊！小雨，这次我们已经很客气了啊！还记得上次大家把你家清空的事吗？拿出来，否则我们就不客气。上次你们过来要粮食，江宇想办法已经把粮食还给你们了。这次你们又跟这两个人渣过来要钱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哟，这蓝妹子，别动气呀！早就跟你说过，跟着这个江宇不靠谱。让你跟着我，你又不肯，现在弄得村里人都在骂你，往后你在村里可怎么活呀？是啊，我早就说过，谁敢动我的家人，我饶不了你们。嘴硬什么呀？赶紧把钱拿出来啊！一切好说。该还钱的应该是你。
该还钱的应该是你。你他妈谁呀？几个意思？你把粮食收走了，卖了3000两银子，所以该还钱的人应该是你。再他妈胡说八道，把牙给打断！江大哥，如梦，我找到了粮食收购商。清泉村的2个败类，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啊！二叔，你这是什么话？你还知道我是您二叔？我们老王家有你这个畜生倒了8辈子血霉。您看一下，是不是这2个人卖给了您1车粮食？对，就是他们，我记得清清楚楚。你胡说八道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。兄弟，多管闲事儿是会死人的！你们2个畜生，给我跪下！你们2个畜生，给我跪下！二叔，你不要信他，他是个外人，他是被江宇收买的。是啊，二叔，再说我们偷粮食也不会偷咱们村儿，对不对？肯定偷别人村的，到时候笑着你。畜生！村风就被你们2个败类带坏了。江宇是承诺分给咱们粮食，虽说地里的粮食没分割，但是江宇也没欠咱们1粒粮食。还好秦大小姐人脉广，找到了收购粮食的人，要不我们大家还被蒙在鼓里啊！这2个畜生竟敢找上门，怂恿大家找江宇要钱。原来我们都被这2个畜生骗了。对，上次来江宇家闹事儿，就是他俩搞的鬼。这2个人简直就是清泉村的蛀虫，成天就知道吃喝嫖赌，早先差点连江宇都带坏了。大家安静！江宇辛辛苦苦培育出来的速成种子，能在1个月就有收成，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江宇为我们清泉做的事，可是天大的好事啊！粮食已经卖了，银两也被2个畜生给霍光了。好在秦大小姐发给咱们过冬的粮食，我们也算过个好年了。都是他们的错，让他们滚出清泉村。对，滚出清泉村！滚出清泉村！滚出现在的清泉村！不能要这种败类！滚出去！滚出去！清泉村不要你们！出去！滚！虎哥，要是咱们真被赶出村，那不得饿死冻死呀！看这架势，势必要把我们赶出村子。这群墙头草都他妈该死！村长，既然事情已经真相大白了，那我也不瞒大家了。其实我还有速成种子，也还能在1个月之内种出粮食。江宇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这么说来，我们冬天不用挨饿受冻了。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，一起抵抗灾荒，就一定能越过越好。江宇真是太厉害了！江宇是我们清泉村的大功臣，大功臣啊！多亏了有江宇啊！虎哥，眼看着江宇得势，之前欺负他小姨子的事，还有偷粮食的事，他不得宰了我们呀？怎么办？所以江宇必须死！所以江宇必须死！江宇小心！找死吧你！大姐，翠虎，放开我大姐！没想到啊，还真有娘们给你当刀子！放开我大姐！好啊，放了他，你跟我走。芷言，好，放了我大姐，我跟你走。过来吧你！我看你怎么办！想把我们赶出清泉村，你做梦！翠虎，王二牛，你们怕是忘了上次挨揍的滋味了？敢拿我的家人威胁我，活腻了！放了他们！虎子二牛，你们怎么还执迷不悟啊？赶紧放了苏家姐妹！我可以走，但是得给钱。你说什么？卖粮的3000两呢？你咋还要钱呢？早就被我们输光了，给我5000两！5000两？你俩咋不上天呢？别废话了，要不然我真摸了他脖子！钱，我可以给你们。小雨，但是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钱，我家里有一颗千年山参，我可以回去拿给你们。那颗山参拿到镇上，最起码能卖8000两。你他妈让我傻呀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他是一伙的。拿了个山参到镇上去卖，还不是卖给他的药铺子？那不是自投罗网吗？钱我可以给你，你把2个姐姐都放了，我可以给你钱。虎哥，这娘们咋这么有钱？这少说也得有1万两了。拿过来。
钱给你们，把两位姐姐都放了吧。猴哥，我发了。姐，快跑！我追你的吧！芷媛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你，又救了我一次。翠虎，钱给你了，把我姐放了。好啊，放，我放！啊，放了吧你！我算是看出来了，这娘们儿才是你的心头肉。放开他！别动他！江宇，我敬你是条汉子，当着大家伙的面发誓，让我们能够绝对安全的离开村子。发誓，否则我现在就抹了他的脖子。别！虎子，你怎么还执迷不悟啊？放下屠刀，回头是岸呐！我怎么还立地成佛呢？发誓，要不然现在我就杀了他！别！如果那个人是我，姐夫会不会像这样紧张？我发誓，我一定让翠虎、王二牛平安离开清泉村。我江宇不会追究他们的任何责任。这俩货做了那么多坏事，岂能便宜他们？抓起来，千刀万剐也不行。对，江宇不能便宜他们。江宇你自己掂量，是要这小娘们死，还是放我们走？说话！让他们走！我去你的吧！如梦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江宇都发话了，还不赶紧滚！都让开！让开！妈！这场麦子丰收了，我们终于可以过个好年了。江宇，你是我们清泉村的福星，是我们的救世主啊！村长，这称号我可担不起啊！我只是做了我力所能及的事而已。放走了虎子和二牛，让你心里不舒服吧？并没有，他们这种人，即使我不惩戒他们，也早晚会栽跟头的。村长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就在前面的河沟里发现了虎哥和二牛的尸体啊！俩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的，腿都被打断了，都已经断气了。知道是因为什么吗？听说是欠了镇上赌坊的钱，被人打死了。活该！这两个畜生早就该死了，坏人自有天数。唉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找人把他们两个都葬了吧。哎，大家都干活吧，干活！姐夫，回家吃饭啦！好，来了。大姐他们呢？都不在家吗？豆豆，姐夫，你去屋里吧。你们两个不进去吗？嗯，搞什么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哎呀，姐夫，你快进去吧，都等着你呢。等着我？到底在搞什么啊？哎呀，你快进去吧。对呀，快进去吧。你们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你们干嘛？今天有什么好日子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谁过生日啊？还是有什么喜事？小雨，今天是你的好日子。我的好日子？我什么好日子？姐夫，今天你在我们3个人当中选一个做你的妻子。什么？姐夫，我们都是真心喜欢你的，希望你能在我们其中选一个。齿弱，你还小，别跟着他们一块瞎掺和。姐夫，我都不小了，我18了。对，哎呀，你都18了，该给你张罗婚事了。不行，我这辈子非姐夫不嫁。姐夫，我承认你之前的确是个混蛋，但自从爹娘和二姐去世之后，你就撑起了整个家。在不知不觉当中，我已经慢慢喜欢上你了，不是亲情的喜欢，是男女之间的喜欢。芷媛，你又瞎闹什么？小雨，大姐，如果咱俩结婚的话，这个家
就不会散了。大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们这个家都不会散。姐夫，跟我成亲吧。跟我成亲，跟我成亲，跟我成亲。你选谁？停，都别吵了。江大哥，如梦，你来了。你们是在商议什么重要的事吗？要是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先……没有。你们是在干什么呀？姐夫，要不你把我们几个都收了吧？啊！小大哥，小雨，江大哥，你们不要过来啊！